超级高铁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革新还是资本骗局？2020年11月8号，美国维珍超级高铁1号公司首次实现超级高铁载人测试，在15秒内完成了500米的轨道旅程。维珍表示，理论上超级高铁的最高时速可以超过1000公里，是我们平时乘坐高铁速度的3倍，与民航客机的速度相近。那么，此次测试的成功能否说明科技狂人马斯克在2013年提出的超级高铁概念，距离真正的现实又近了一步呢？当列车高速行驶时，阻力主要来源于2个方面。首先是车轮与铁轨之间的摩擦力，现在的磁悬浮列车就巧妙地避免了这一问题。利用超导磁悬浮装置，可以使车体一直保持在悬浮状态。但是要想提高车速，还需要解决第2个问题：空气阻力。当列车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行驶时，受到的空气阻力占总阻力的70%左右，相当于7级以上的大风。因此，可以尝试把列车放进密闭的真空管道中行驶。综合了以上2种方法，就得到了超级高铁的基本工作原理：磁悬浮加低真空。在马斯克的构想中，超级高铁就像是一个个在近似真空轨道中悬浮行驶的胶囊，它们面对的空气阻力是海平面空气阻力的1000分之一，相当于在4.5万米的高空飞行，速度可达1230公里每小时，从洛杉矶到旧金山仅需35分钟，并且对各种复杂天气免疫，耗费的能源较少。因此，在2013年提出设想后，便有多家公司着手研究超级高铁。2017年3月21号 ，HTT 宣布他们已经开始建造超级高铁的乘客舱。2017年5月12号，维珍首次在真空环境中测试超级高铁技术。2018年7月，HTT 公布将在我国贵州铜仁市建设一条10公里长的超级高铁线路。2019年7月24号，维珍宣布与沙特阿拉伯合作建造世界首条远程高铁测试轨道。那么，面对超级高铁这一超前概念，我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其实，早在2004年，西南交通大学就开始探讨真空管道高速交通的议题，并于2014年和2015年分别建造了2个超级高铁原型测试平台。2017年8月29号，中国航天航空公司在武汉宣布，已启动时速1000公里的高速飞行列车研发项目，后续有望研制出最大运行速度2000公里和4000公里的超级列车。当然，提升陆地交通的速度势在必行，但是对于超级高铁这一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的交通系统，我们仍应理性看待。从技术层面讲，科研人员还需要攻克众多难点，比如如何降低真空管道的建设成本，怎样让乘客上下车的同时保证隧道的真空状态，以及如何满足超高速的动力需求。从安全层面来讲，如何在真空隧道中保证舱内的供氧、通风，乘客能否承受超高速运行环境，以及磁场对人的身体是否有伤害等，都是研发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从经济层面讲，超级高铁就像是一个无底洞，除去投资成本，建成后的电费、维护费等也不禁使人担忧，普通大众能否承担超级高铁的票价？目前，我国大部分高铁还处于亏损状态，并且理想中的超级高铁的速度与成熟的民航客机相当，这也让人思考，超级高铁这一所谓的创新理念是否值得人们继续研究呢？核电池是什么？为什么不充电就能用几十年？现如今，手机早已成为了很多人的亲密伙伴，但是网上冲浪的幸福时光常常被突然弹出的充电提醒打断。这时难免幻想一下，如果科学家能够发明出一款可以一直使用且不用充电的电池就好了。其实这种电池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它就是放射性同位素温差电池，俗称核电池。它的工作原理与核电站并不相同。我们可以把核电站的发电原理简单理解为，核反应堆裂变时产生的热能加热水，形成大量的水蒸气，从而推动汽轮机带着发电机一起转动，即核能到内能到机械能再到电能的转化过程。
而核电池的能量转换则更为简单，直接将放射性同位素衰变时产生的热能转化为电能。这当中的主要原理就是热电效应。1821年，德国物理学家塞贝克发现了一个神奇现象，将两种不同的金属两端连接在一起组成回路。如果两个接触点的温度不同，那么回路中就会产生电流，这就是热电效应中的塞贝克效应。因此，核电池中主要有放射性同位素热源和温差电堆两个部分，它们一个供热，一个发电，源源不断地输出着电量。目前，核电池中最常用的同位素是钚238，它在衰变过程中会释放出一个阿尔法粒子。阿尔法粒子的质量较大，速度较慢，并且用一张纸就可以轻易地阻挡，所以大大减轻了电池的屏蔽重量。当阿尔法粒子在材料中受阻减速时，就会释放热量。据测算，钚238在衰变过程中的功率密度达到了0.41瓦每克，并且半衰期长达87.7年，不用充电就可以长时间的提供电量。因此，科学家们率先将其利用到了空间探测器上。2012年8月6号，美国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在火星表面。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它的身上少了两个长长的太阳能电池板，取而代之的是一台重约45公斤的核电池。它不仅可以规避火星沙土对太阳能电池板的覆盖问题，还能够摆脱外界阳光、温度、压力、电磁场、化学反应的影响，持续地为探测器输出电量。虽然核电池的功率会随着同位素的衰变不断减弱，预计14年后将由最初的125瓦的功率输出降低至100瓦，但是它的使用寿命依旧远超太阳能电池。而除了航空航天领域，核电池还曾应用于心脏起搏器，它的重量仅有100多克，却可以在人体内连续工作10年以上，患者不必因为更换电池而反复进行开胸手术。但是因为高昂的价格和核扩散等现实问题，目前核电池技术只能出现在不计成本的尖端行业，并不能作为普通商品与大家见面。共振现象是什么？为什么它的杀伤力这么大？很多人对共振威力的初印象都来源于一个历史故事。在拿破仑军队入侵西班牙时，一支法国小分队踢着整齐的正步经过一座铁链悬桥，没想到悲剧就发生在下一秒，大桥忽然倒塌，致使多人死亡。后人猜测，这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共振。那么问题来了，共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的威力这么大？首先可以通过一个小实验来直观地感受共振。把2个易拉罐放在桌面上，然后在上面平放一块泡沫板，接着把5个相同的节拍器放在上面，它们初始的摆动各不相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节奏和摆动幅度几乎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水准。这个神奇的现象背后就是共振。一个物体或者一个系统在没有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会倾向于某个频率的振动，这个频率就是固有频率。而当2种物体的固有频率相同或者相近时，它们的振动幅度就会叠加，即产生增幅作用。以声波击碎玻璃杯的实验为例，由于声音的频率恰好与玻璃杯的固有频率重合，就会迫使玻璃杯剧烈振动，最终破碎。这当中能量累积的过程，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荡秋千，每次荡回来到达最高点时，父母轻轻推你一下，虽然力气不大，但是累积几个周期就可以让秋千荡得很高。由此可见，共振的威力不容小觑。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上世纪40年代发生的塔科马大桥事故。1940年11月7号，这座悬索桥遇到了一场风速为19米每秒的风。虽然风力不大，但是桥身却发生了剧烈的晃动，振幅接近9米，桥面的倾斜程度更是高达45度，远远的看上去就像一根抖动的面条。在坚持了几个小时后，最终大桥还是坠落到了峡谷里。后来经过专家分析，这起事故的主要诱因就是卡门涡接和共振，即流体在经过障碍物时会形成2列涡旋，它们会对物体施加垂直于流动方向的交变侧向力，致使桥身振动。当卡门涡接的发放频率与大桥的固有频率接近时，就会形成共振，迫使桥体大幅度摆动。
今年5月5号发生的虎门大桥异常抖动事件与之非常相似。虽然说共振的危害确实很大，但是它也被巧妙地利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神奇的地震仪、弹奏的弦乐器、收听的电台节目、使用的微波炉、绚丽的激光束、宇宙的电磁波等等，都离不开共振原理的出色表现。河流为什么是弯曲的？借助无人机和地图，我们可以从上帝视角俯瞰大地。这时，如果把画面聚焦到奔腾不息的河流上，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规律：它们的河道大都是蜿蜒曲折的。我国黄河上游的唐克和长江中游的荆江，更是出现了9曲回肠的震撼景观。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多数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呢？早在1926年，爱因斯坦就曾写过一篇论文来探讨河流的弯曲问题。文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生活现象——茶叶悖论，即用筷子搅动一杯茶叶水，静置片刻后观察杯底。按理来说，茶叶受到离心力的作用，应该位于杯底的边缘，但现实情况却是茶叶聚集在了杯底中间。这是因为在筷子搅动水之后，不仅发生了我们能够看到的圆形流动，在水面之下其实还暗流涌动。漩涡带来的水位差会形成压力梯度，再加上摩擦力对杯底离心力的影响，就会使杯中形成一个从中心向外的横向环流。它对茶叶的影响大于离心力，却小于重力，因此就能看到堆积在杯底中央的茶叶了。而对于一条河流而言，地形的起伏、动物的干扰、地层的断裂等，很容易造成河道两侧地势高低的不同，这就会在河水中形成环流。随着时间的积累，河道的一侧就会受到侵蚀，形成凹岸，而另一侧的泥土就像杯底的茶叶一样，不断积累，形成凸岸。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了河流的第一道弯。又因为凹岸的流速较大，凸岸的速度较小，很容易就冲击出另一个转弯。长年累月下来，形成的弯道也就越来越多。当然，河流不仅会直变弯，也会出现弯变直的罕见现象。当河道的2个弯曲部分被侵蚀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贯通起来。随着泥沙的堆积，大部分河水会从直道流过，放弃的弯道部分就会形成了像月牙一样的牛轭湖。我国内蒙古的第2大湖乌梁素海就是由黄河故道演变而来的。了解了河流的发展历程，难免会有些感叹。如果说人生像河，少不了一些弯弯绕绕，那么穷途末路的背后，是否也意味着绝处逢生呢？多米诺效应是什么？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多米诺大师都会发挥他们的奇思妙想，将各式各样的多米诺骨牌展现在人们面前。其实，这种有趣的文化最早起源于北宋时期，后来被一位叫做多米诺的意大利传教士带往了欧洲。他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将骨牌按照一定间距排列整齐，轻轻地推动一块骨牌，就可以使剩下的骨牌依次倒下。而这种由微弱力量引发的连锁效应，被人们称为多米诺效应。那么，思考一下背后的原理，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推力就能引发多米诺效应呢？当骨牌竖直摆放时，它的重心较高，而在倾斜倒下时，重心也逐渐降低。在此过程中，第一张骨牌的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并传递给了第2张骨牌。当第2张骨牌倒下时，它会将传递得来的动能和自身势能转化的动能一起转移给第3张骨牌，如此重复下去。后面一张牌的动能总是大于前面一张牌，由此随着推导力量的依次增大，骨牌倒下的速度也就越来越快。而这当中的能量传递不仅存在于大小一致的多米诺骨牌中，它对大小不一的骨牌也同样适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 A. 怀特海德就曾制作13块不同的多米诺骨牌，后一块的体积比前一块扩大 1.5 倍。据统计，第13块骨牌倒下时释放的能量比第1块足足扩大了2000多倍。也就是说，如果这位教授能够继续制作骨牌，那么推倒美国的帝国大厦也不是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存在着由多米诺效应引发的惨案。在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中，世贸中心姊妹楼遇袭2小时后突然倒塌。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一位土木工程学教授认为，撞击产生的大火使一些楼层开始垮塌，
而沉重的水泥地板一旦砸向另一层，就会引发多米诺效应，层层相砸，最终导致整个大楼轰然倒塌。为什么白糖能阻碍水泥变硬？2014年1月，伦敦地铁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原本用来填充电梯井的水泥不小心侧漏到了旁边的控制室里，如果不及时处理，凝固的水泥就会盖住重要的线路和开关。这时，抢修工人灵机一动，跑到便利店买了几袋白糖，并将它们撒进了水泥中，有效地减缓了水泥变硬的速度，为清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问题来了，看似毫无联系的白糖为什么能阻碍水泥变硬呢？我们最常见的水泥是硅酸盐水泥，它的主要成分是硅酸3钙、硅酸2钙、铝酸3钙和铁铝酸4钙。向里面加入适量的水后，这些矿物就会发生水化反应，最终形成水化硅酸钙晶体，也就是水泥浆体的本体。而撒入的白糖会吸附在还没有来得及水化的硅酸3钙的颗粒上，并破坏粒子表面形成的水化硅酸钙晶核，从而阻止晶体的形成。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工人也会将白糖作为凝缓剂添加到混凝土中。实验表明，原本需要1小时18分钟凝固的水泥，如果加入0.04%的白糖，凝固时间能够足足延长1倍。而巧妙利用这一特点，还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搅拌车遇到了堵车的情况，司机可以向里面撒一些白糖，来防止水泥提前凝固。建筑工人可以在没有完全凝固的水泥表面喷洒糖水，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将表层的浆体冲刷掉，就能得到带有粗糙哑光效果的水泥地面了。当然，任何东西一过量就不太好了。如果在水泥中添加超过1%的白糖，它就会变成一滩废泥。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民就曾在德国部队的水泥中偷偷加入白糖，来阻碍他们的军事建筑。其实，除了白糖以外，一些常见的生活用品也可以在混凝土中发挥作用。例如，在水泥中加入洗衣粉，可以增强它的湿滑度，粉刷起来更加省力，但是会出现墙面泛霜、墙皮掉落等质量问题。在水泥中加盐可以起到防冻作用，让混凝土在0度到零下15度的低温环境中正常水化。但是因为氯离子会腐蚀钢筋，所以国家禁止向水泥中添加食盐。在水泥中加入秸秆，可以增加混凝土的韧性和保温性，但是还需要解决虫蛀、氧化等难题。综上所述，虽然白糖、盐、洗衣粉等材料确实能够增强混凝土的性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基于成本、安全、使用效果等方面的考虑，还是要按照国家规定正确使用专业的混凝土外加剂。四维空间到底是什么呀？我们该如何理解多维空间？因为人类生活在三维立体的世界中，所以0到3维空间我们并不陌生。过空间内一点能做几条相互垂直的直线，那么它就是几维空间。由此可得，0维空间就是一个点，1维空间就是一条直线，2维空间就是一个平面，而3维空间则是立体存在的。这完全可以用 x、y、z 坐标轴来表示清楚。但是截止到3维空间，我们很难再想象到其他的高维空间，只能通过类推和投影等方法窥探到一角。观察0维空间上升到3维空间的过程，不难发现，1维直线可以看作由0维的点堆积而来，2维平面可以看作由1维直线堆积而来，3维立体可以看作由2维平面堆积而来。那么以此类推，将3维立体堆积起来会发生什么呢？将2个3维立方体平行放置在第4个维度上，然后将这2个立方体的8个顶点两相连，那么就可以得到4维空间中的超立方体。由于我们所看到的示意图是从4维空间投影到3维空间后，再由3维空间投影到2维平面所得到的图形，所以会和真实情况有所差距。按理来说，在真实的4维空间中，每一个顶点的4条直线应该是相互垂直的。以上便是利用数学方法得到的4维空间，也是标准的欧几里得空间。依照公式，它甚至可以拓展到 n 维空间。但是，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到的4维时空概念却并非如此。他认为，我们的宇宙是由时间和空间构成的，
将三维空间加上时间轴，便可以构成所谓的四维空间。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正按照四维空间中的时间线向前行走。如果能够变成四维生物，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等各个时段的自己。这听起来有些玄幻。而根据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 M 理论，一些科学家更是认为宇宙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多维空间。从四维空间时间线上的某一点划分出无限多条时间线，这就构成了五维空间。而将五维空间进行弯曲，就可以得到六维空间。七维空间则包含了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到宇宙结束所有空间维和时间维上的可能性。如果以大爆炸为节点产生出无限多个不同宇宙，那么这个空间就被称作八维空间。同六维空间相似，九维空间就是八维空间的弯曲。在八维空间中，各个宇宙中的两点不能直接到达，而在九维空间中就可以轻易实现。在十维空间中已经没有物质存在了，它只剩下不同振动频率的弦，因此在十维空间中一切皆有可能。而最终的11维空间就是由10维空间再加上记忆和感知组成的。在爱因斯坦的观点中，记忆是可延伸且具有弹性的，而感知是存在于时间、空间和记忆之外的。马格努斯效应是什么？1997年，巴西足球名将罗伯特·卡洛斯在4国邀请赛上踢出了一粒令人印象深刻的任意球。足球在空中避开了人群，实现了一个优美的转弯。因为球体的运行轨迹和香蕉的形状相似，所以人们也将此类球形象地称为香蕉球。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厉害的香蕉球是如何实现急转弯的呢？这背后的秘诀就是马格努斯效应。运动员在踢球的刹那，摩擦力使得球体开始旋转。当足球在空中一边前进一边自转时，它周围的气流也会跟着旋转。在足球的一侧，转动产生的气流方向与飞行中的相对气流方向相同，加快了该区域的空气流速。而在足球的另一侧，两股气流的方向则相反，空气流速也因此减小。根据伯努利原理可知，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流速小的地方压强大。因此，足球的两侧就会产生压强差，这给予了球体一个横向力，从而实现转弯。当然，这个技巧不仅仅出现在绿茵场上，乒乓球、网球、排球、棒球等众多球类运动中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但是，赛场上的距离毕竟有限，为了欣赏到马格努斯效应的震撼效果，一位外国实验者直接把篮球从100米高的大坝上旋转着扔了下去。放手后发现，篮球并没有垂直下落，而是像坐着一个曲线滑梯，缓缓地落向远方的湖面。综上所述，马格努斯效应可以轻易地改变空中旋转物体的运动轨迹。那么，能否将它利用在飞机或者轮船上呢？答案是肯定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利用圆筒航行的船只。当横向的风吹来时，旋转的圆筒就可以产生向前的推力。同理，许多飞行器爱好者也会制作简单的圆筒状飞行器，它们不需要机翼，仅依靠旋转的圆筒就能提供升力。而在军事领域，马格努斯效应也对旋转弹丸和导弹的设计、气动性能分析以及制导控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冷水和热水混合为什么会互不相容？想要在寒冷的冬天快速喝上一杯温水，人们通常会把烧好的开水和放凉的冷水混合在一起。最近，小冷发现了一个与之相关的实验，它的结果有点出乎意料。准备一杯红色的热水和一杯蓝色的冷水，首先将热水放在下面，然后在上面盖上冷水，把中间的卡片抽走之后，就会看见两种液体自然而然地混合在了一起。而把冷热水的位置颠倒一下，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两种液体并没有混合，而是安然无恙地待在自己的领域。这不禁让人倍感疑惑，为什么冷水和热水会出现不混合的现象呢？这可以用我们熟悉的热胀冷缩原理解释。对于大多数物体而言，温度越高，粒子的振动幅度就越大，物体自然会膨胀。反之，当温度下降时，粒子的振动幅度就会减小，物体也随之收缩。我们使用的体温计就巧妙地利用了水银的热胀冷缩原理，而它对4度以上的水也同样适用。
即温度越高，体积膨胀的越厉害，密度也会相应减小，因此就能看见热水漂浮在冷水表面的神奇现象了。那么了解了冷热水不相容的原因，我们再脑洞大开一下，如果将一升100度的水倒入一升0度的水中，能够得到温度为50度的水吗？答案是否定的。观察水的密度图就会发现，在常压下0度时，水的密度为 0.99984 克每立方厘米；100度时，水的密度为 0.95837 克每立方厘米。也就是说，同为一升体积，开水在一开始就比冰水少了 41.47 克，因此二者传递的能量不可能对半分，最终得到的温水也不可能是50度。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计算混合后的液体温度呢？先假设水的比热容 C 不会发生改变，根据热量的计算公式可得，水从0度开始升温吸收的热量为 Qc 等于 C 乘以 m1 乘以 T 减0，水从100度冷却释放的热量为 Q 放等于 C 乘以 m2 乘以100减 T。由于最终的水温会达到平衡，就可以列出等式 C 乘以 m1 乘以 T 减0等于 C 乘以 m2 乘以100减 T。代入数据后，可以得到温度 T 约为 48.94 摄氏度。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答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水的比热容会随着温度发生改变。在经过一系列的复杂计算后，就可以得出混合水的温度约为 48.98 摄氏度。没想到，冷热水混合这一看似简单的生活现象，在科学的视野里摇身一变，成了蕴含温度、密度、热量、比热容的复杂问题。不过，也正是这种刨根问底的执着精神，让人类得以向着科学真理不断迈进。车轮悖论是什么？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数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在《论机械》中提出这样一个疑惑：在圆盘上画2个大小不同的圆周，然后让圆盘向前滚动。令人震惊的是，大圆在滚动1周的同时，小圆竟然也跟着滚动了1周。可是这2个圆的周长明明不同，因此这个奇怪又矛盾的发现被称作车轮悖论。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1683年，伽利略曾在《论2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中尝试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可以把圆筒简化为多边形进行滚动。例如，制作一个正6边形的轮子，将内部的小6边形和外部的大6边形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然后让它们滚动1周。这时就能看出明显的区别：大6边形滚动的直线被颜料填得满满当当，而小6边形经过的路线却是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将多边形的边数不断扩大，仍会出现实线和虚线的不同景象。那么，这些虚线中的空隙是否说明小圆在滚动时还发生了我们看不见的滑动呢？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便知：将2个大小不同的齿轮安装在同一根轴上，齿轮的下方对应着2根齿条，大齿轮的齿条被固定锁死，而小齿轮的齿条则可以左右移动。接下来，将整个齿轮装置向前滚动，就会发现小齿轮下方的齿条竟然滑了出来。也就是说，在所谓的车轮悖论中，真正滚动的只有外围的大圆，而里面的小圆则是被动进行着滚动加滑动的叠加运动。如果你还不能准确理解这个运动过程，那么我们不妨将问题想得极端一点：如果将小圆缩小到轴心位置，它没有半径，还不是照样被大圆拖着走了那么远？张拉整体是什么？没想到3根风筝线竟然能支撑起乐高积木，在上面放一本书也不会倒塌。没想到仅用4根绳索连接，桌子和椅子就能承受一个成年人的重量。眼睛告诉我们，这些操作真实的发生了。大脑忍不住的怀疑，这不会是魔术吧？好奇心又不禁想问，如果是真的，它背后的物理原理又是什么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魔术，而是一种神奇的建筑结构。1948年，美国著名建筑师富勒提出了一个概念 ：Small islands of compression in a sea of tension。他认为宇宙中的天体就像是漂浮在万有引力海洋中的受压的孤岛，即大自然中存在着间断压、连续拉的现象。后来，人们尝试将这个思想应用在建筑学中，就演变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空间结构——张拉整体。
它由不连续的受压构件和连续的受拉单元组合构成。因为构件之间互不接触，所以看起来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下面来解释关键问题：张拉整体到底是如何保持平衡的呢？这就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合力为零；二、合力矩为零。以视频开头的乐高积木为例，简单分析一下上半部分构件的受力情况。首先是向下的重力 mg， 然后是短线提供的向上的拉力 T1， 它支撑起了整个浮桌。最后是两根长线向下的拉力，合计为 T2， 它保证了构件能够直立，不会向左倾斜。而想要合力为零，就需要 Te 等于 mg 加 T2。接下来看力矩，我们选择从 T1 的受力点 O 计算力矩，重力的力臂为 Rg， 拉力 T2 的力臂为 R2。那么要想整个系统达到平衡，就需要 mg 乘以 Rg 等于 T2 乘以 R2。也就是说，上半部分构件的重心和拉力 T2 要位于中间短线的两侧。以上便是浮桌背后的物理原理。了解之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似弱不禁风的张拉整体，实则刚柔并济。现在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设计当中。2018年 ，NASA 更是巧妙地利用张拉整体式结构，凭借6根铝制硬管和一些尼龙缆线，制造出了 Super Ball VR 机器人。它不仅耐摔打，还可以压缩折叠，成为了行星着陆器的备选设计。